大家好，我是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脚趾算命，脚趾形状看你一生运势。这样的脚趾会穷3代，希望你不是。怎样看脚趾算命长短？人们往往喜欢通过算命看自己一生财运运势如何。今天小编将从脚趾形状和长短为大家解析一生运势。首先从脚趾的长短看你一生运势。1. 脚趾短而粗。如果你脚趾短且有肉，给人胖胖的感觉，则说明此人重视享乐，不会一个劲儿地追求忙碌生活，而忽略了自己的生活品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都会自己有一个标准，均衡来看。对待感情，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爱，喜欢对方更体贴自己，对方的体贴和呵护能带给你安全感。你的思想偏于传统，这一类人对朋友真诚而热情。2. 脚趾长而有力度。这种脚趾的人是白手起家的类型，他们的行事风格是积极向上的，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退缩，具有领导才能，对自己的主意很坚定，同时他们也具有奉献精神。感情方面亦能主动，对方的需要自己往往能感觉到，有丰富的情感。女性这种脚趾则说明她喜欢比自己大上很多的男性，男性则喜欢比自己小很多的。3. 大脚趾比第2个脚趾短，代表此人精力旺盛，很有毅力。如果是男性，则表示他能在学业和工作中有所成就；如果是女性，想要成为温顺的乖孩子，则有些难度。4. 大脚趾与第2个一样长。这种脚趾的人比较独立，他们理性，不会以某个人作为自己的天地，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独立解决问题，不会依靠其他人，即使受到别人的好心，在自己能搞定的情况下，也会要自己试试。5. 大脚趾比第2个长。这种脚趾的长势是大多数人的情况，代表此人性格温和，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工作生活都是平淡而幸福的。接下来从脚趾的分类看你一生运势。1. 罗马脚。这种脚型脚趾均匀，也要分脚趾的长短而定。这种脚型脚趾长则必受男人喜爱，而且身边也不缺优秀男士，属于在风月上很多风光，人脉也会比较好，但其内在对婚姻上还是较传统。如果脚趾短，则是比较保守，但是能干，属于不太喜欢在外面招摇，而勤于在家，属于传统的贤妻良母型。无论家庭贫富贵贱，都能做好尽好自己的本分。这种脚趾排列的女生都是内在善良而注重品行的，只是因其长短的不同，在人生际遇上的不同。2. 希腊脚。这种脚趾排列的女人，特别是脚趾脚型骨路明显，脚下无肉，可以说以自我喜好、自我中心比较多，而且虚荣极大，对于情感上相对随意，凭喜好和感觉行事，没有多少责任心，所以一生情感丰富，但终究孤独无依。如果脚下肉型丰满软润且纹路出众，那么这种女人会非常的精明，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得到想要的帮助，所以物质上会更好些。3. 埃及脚。这种脚型宜长而不宽，并不能只看脚趾的排列而定义，长而细和宽粗在同样的脚趾排列中情况并不相同。埃及脚的女人一般六亲对其帮扶不大，但是她们很有素养，也容易有记忆，对人生的态度比较清澈，不会过多受外来影响而改变，所以若是长而细，则社会环境对此类女人的印象非常好，觉得是比较有品位的，甚至是比较有个性魅力的女人。但是若宽粗，
那么这种女人属于大事糊涂、小事又霸道的人，人生会较劳苦。总的来讲，脚趾的排列美与不美，不应该是关注于外貌，而是其对人生的态度和形式，才是真正的美丑的根源。只懂得膜拜外表的人，会变成如同恶。3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脚型不同命不同，看看你是哪一种。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脚是我们行走的根本，而在相学中，脚相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看得出一个人的不同命运。那什么样的脚相属于富贵脚相呢？今天小酱之就和大家说说。从脚型来看，罗马脚。罗马脚属于一种最常见的脚型，这种脚的重要特征便是大脚趾、二脚趾和中脚趾几乎平齐，长短都差不多，没有特别明显长的脚趾。这种脚相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善良，做事也比较的勤劳和实在。如果脚趾总体长得都比较长的话，这种人交际能力强，人脉广。如果脚趾普遍较短，则性情较为保守，但做事特别的实在，很能干，性格外向，非常的有魅力，有着很好的经商天赋。平时的话，适合穿一些圆头或者方头的鞋子。方形脚。所谓的方形脚，指的是5根脚趾的长短几乎相同，看上去平齐而方正。这种脚在相学中也称为农民脚，当然这个意思肯定不是说这种人是农民的意思，意思是说这种人身上具有很多农民的优秀品质。这种脚型的人大多是冷静而理智，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做事也是脚踏实地，就像种庄稼一样，做事很有规划，清楚地知道什么时间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非常的踏实可靠，容易赢得周围人的尊重和信赖，在事业上也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希腊脚。所谓的希腊脚在相学中称之为火焰足，火焰的重要特征便是火苗的正中部位较为尖高，而这种脚相的重要特征便是二脚趾比大脚趾更长。这种脚趾的人大多非常的有热情，做事积极。如果脚型偏瘦的话，这种人大多比较的自我，虚荣心也非常的强，做事非常的任性，没有责任心，晚年容易孤苦无依。若是脚型丰满软润，且脚掌纹路清晰出众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精明，做事懂得创新和变通，特别善于利用自身的长处，容易得到朋友和贵人相助，财运较好，一生富足。埃及脚。而所谓的埃及脚，其重要特征便是大拇指最长，从二脚趾开始呈依次递减的状态。长有这种脚相的人一般心思较重，注意保守自己的隐私。如果脚趾长得较为短粗的话，这种人对自我的情绪控制能力比较差，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做事容易冲动，容易在大事上犯糊涂，在小事上则又比较的霸道。若是脚趾长得细长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素养和才华，表达能力比较强，善于表现自己，而且很有自己的态度和主见，对生活的品味较高，个性魅力非常的强。从脚的其他特征来看，脚趾圆润。如果一个人的脚趾头长得饱满圆润，脚指甲呈圆形，且指甲长得平滑的话，这种人大多出身比较好，从小家境就比较的优越，不会吃很多的苦头，也不会干一些体力较重的活儿，从小养尊处优，学习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几乎没有太大的波折。女人长有这种脚相的话，属于十足的少奶奶命，能够嫁到富贵人家，一生享福又得宠。男人长有这种脚相，贵人多，事业上常有贵人相助，事业发展好，金钱挣得多。脚心纹多。脚心处的纹理状况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和福气。如果一个人的脚心处纹理较多的话，这种人一般命非常的好，而且智慧也比较的高，非常的有能力，在事业上能够有一番作为。如果脚心处出现3条深长的竖纹的话，这条纹属于一条非常特殊的纹路，在相学中称之为3侧纹。
长有子纹的人往往能够成大事，工作也比较的好，识路能力非常的强。若是脚心长有重如麦穗的纹路的话，这种人挣钱能力也非常的强，一生享不完的富贵。3. 脚底有痣。脚底长痣是一种非常吉利的象征，正所谓脚踩一星，可长千兵，尤其是黑痣。这颗痣长得越黑亮，个头越大，命越好，代表着财力丰厚，很有口福。这种人大多生活非常的安逸，挣钱比较的轻松，是众人眼里出了名的有钱人。而若是脚底生有红色的痣的话，这种人称之为旺人痣。长有此痣的话，不仅自身的事业和生活比较的顺利，还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好运和财富，大家一起发财。4. 脚跟大而明显。如果脚后跟长得比较厚大明显的话，在相学中称之为脚下生根。脚支撑着人的身体，代表着一个人的承担力和行动力。脚下生根是一种好命象征，代表着这种人行事稳重，做事非常的扎实，做任何事都是稳扎稳打，做事非常的靠谱，而且乐于帮助他人。当自己遇到困难时，也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援。不仅自身的财运很旺，周围的亲朋好友大多也都是有钱人，赚钱比较的轻松，家庭幸福而安康。5. 脚背丰厚有肉。如果一个人的脚背长得丰厚有肉的话，这种人一般大多性格非常的单纯和简单，也没有什么心眼儿，性格属于非常乐观的类型，心里不装事儿，也不吃操心，人际关系非常的好，别人也乐于与他们做朋友，经常有好运降临，遇到困难时常有贵人出手相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工作和生活方面一直都比较的顺心，财运旺盛。这种人放在古代，不是千金小姐，也是谁家的公子哥。6. 脚弓明显。所谓的脚弓明显，主要是指脚心处的深凹比较的明显，脚心与脚跟之间有明显的凹凸特征。这种脚相的人一般从小出身就比较好，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能给他们创造很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事业运比较的好，而且多才多艺，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这种人大多目标感非常的强，做事也比较努力，再加上家中对他们的帮助，所以很少会遇到太多的麻烦和阻力，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便可以实现让人羡慕的成就。7. 大脚趾厚实。大脚趾是脚趾中最出头的一个，代表着个人的家产财运。如果一个人的大脚趾很厚实，说明此人能够有较多的家产，很丰盛，而且往往能够有很强的冲劲儿，所以这种人在事业上属于年轻有为的一种。这种人做事果断利索，心思缜密，自然能在事业上应付很多的人，后劲很大，容易发财。8. 脚小而厚。脚小指的是脚型不大，如果双脚长得饱满厚实的话，也为吉祥。这种人在相学中称之为贵人脚，身边的贵人较多，经常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提携，遇到挫折时总是能够逢凶化吉，事业和工作方面也比较的顺利。这种人大多心态平和，遇事不慌乱，而且做事踏实，不喜欢急功近利，个人能力也比较强，善于积蓄钱财，一生财运旺盛，容易大富大贵。9. 脚上多毛。脚上多毛主要是指脚背或者脚趾部位毛发较多，但是脚上的毛一定要是细软，方为吉祥。这种人大多性格和脾气都非常的好，待人非常的温和，而且富有爱心，也非常的热心肠，乐于帮助别人。很多人都愿意与这种人交往，朋友非常的多，遇事常有朋友相助，自身态度也非常的端正，做事努力踏实，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出一番成就。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的富贵脚相，不知道屏幕前的酱友们是否有以上特征呢？如果没有，也不要灰心，在生活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也一样可以
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呀，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足智测命运。志向作为传统的相术之一呢，一直是为人们所关注的。而脚作为我们身体重要的组成部分，此部位的志向就显得尤为重要。相术中说呀，不看足相之相，不知富贵贫贱。也就是说，忽略足相的人，通常也会与富贵无缘。在麻衣神相中呢，也有提到过，足下黑子者有10路，足排3至者2省之权。由此可见呀，一个人脚上的痣对于一个人的运势好坏影响非常大。今天呢，小酱汁老师就从志向学的角度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脚上各个部位的痣命运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 脚背有痣。在相学上，脚背处的痣被称为两足不停痣。长有此种志向的人会比较辛苦，中年前都会是忙碌奔波的状态，但忙碌之人亦代表自身机遇多，财路广。虽然略显劳苦，但财帛的进账也算丰厚可观。其中年后呢，便可安享年轻时奋斗所带来的硕果，属于先苦后甜的命格。另外呢，脚背上的痣也意味着招小人，容易被人踩。长有此志向的人，平时应该谨言慎行，小心被不怀好意的人抓住把柄，害你的名利。2. 脚趾有痣。1. 脚大拇指有痣。脚大拇指有痣的人命比较好，能够成为一个领导者，无论是中层负责人还是高层负责人，都能做得有模有样。脚拇指有痣的人属于阳明痣，此类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人八面玲珑，政治手腕高，通常能够身居要职，得权势力挺，天生富贵命。但若此痣长在大拇指末节、甲根边缘外侧，则此人呢性格沉闷、郁郁寡欢，一生有志难伸。他们经常被同事配偶欺辱，内心充满愤恨，无处发泄，所以容易得肝胆之病。在事业上受到同行和小人的威胁，开拓能力有限，不能顺利的晋职升迁，财运受阻，一生碌碌无为，清贫度日。2. 脚无名指有痣。这就是所谓的志在他乡。脚的无名指长痣的人属于比较典型的劳碌命，但是心思远大，志在他乡，虽终身东奔西跑，但也能够得到财富。3. 脚小拇指长痣。这种人呢，面对感情总是充满热情，但是往往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觉得没有意思而放弃了。所以这种志向的男性朋友在感情方面呢，很容易滥情，而在事业上又显得特别的三心二意。4. 其他脚趾有痣。其他脚趾长痣的人表示常年在外奔走，为了能够有更高的成就，他们终生东奔西跑，和脚背有痣的人一样，也都是劳碌命。所以他们很难得回到家乡一趟，常年在外的艰辛让他们更加珍惜老家的亲人，是一个比较孝顺顾家的人。5. 脚趾缝有痣。脚趾缝间长痣就像是手指缝间长痣一样，把痣夹在指缝间就像把钱夹在指缝间一样。这样的人呢，通常都很有钱，这表示钱财存在里面是好的象征，相学上称之为福痣。通常富贵之人才有这样的志向，这种人呢，天生偏财运旺盛，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有好运找到他们，一生总在不经意间就赚得盆满钵满，好运难挡，是天生的富贵之人，一生财库丰隆，富甲一方。倘若是女性脚趾缝有痣呢，那么必定是个善于理财、持家的贤妻良母，家庭和谐，其乐融融。6. 脚趾背部长痣。这样的人呢，属于木讷类型，做事不积极，总有依赖心，凡事不愿意过多的考虑，处处与人为善。3. 脚腕上的痣。有的人也称这个地方为脚踝。脚腕上养痣的人，这种人文化水平高，身上并不单单只是钱的气味，懂得与人打交道，就是机灵，性子坦率，经商有脑筋，
可是呀，婚姻运势欠好，因为过火执着导致对方无法忍受，老是喜爱掌控他人，一心觉得是为他人着想，可是会带来反感的。感情多有曲折，易晚婚，一生都会为别人着想，性子比较率直，对感情很执着，但往往事与愿违，不能够把控住感情的发展。4. 脚后跟有痣。脚后跟有痣的人呢，一般命比较好，天生富贵，能够手握大权，有一批忠实的下属追随，一辈子衣食无忧。另外呀，痣长在脚后跟，也有把小人踩在脚底的意思。此类人贵人运旺，事半功倍，很容易成功。男的走上发财致富的道路，女的终身富贵，不止旺夫，而且还可以发明更多价值。5. 脚底有痣。脚底有痣呢是好象，但是脚底不同位置有痣的含义呢也有所不同。1. 脚心上有痣。相学中认为呀，脚心上有痣的人属于封侯带相之命，这类人可成为一官之长，即非富即贵。假如脚心上长有一颗痣，表示此人的财运好且财力丰厚，容易成为大家眼中的大财主。假如脚心有3颗痣，此人能够做高官，在职场上呢亦能够爬到显赫的位置。假如脚心上长有7颗痣，古时呀称为脚踏七星，这类人呢可在古代做帝王，在现代则有机会成为各行各业中的首脑，例如说集团主席、学生领袖，甚至国家领袖。2. 脚踵有痣。脚踵处呢，也就是脚底，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脚跟儿。这个部位有痣呀，在相学上意味着可以使唤奴仆。长有此种志向的人，多可成为人上人，可以管理很多人，属于富贵且有名有利的好相。3. 脚掌有痣。如果痣长在脚掌上的话，表示该人有名誉、有权利，其人会从事经常行走或者外出的行业，例如说行船、运输等等。4. 接近脚趾处有痣。如果脚底痣长在脚趾附近的话，代表该人头脑聪明，有特殊的天分及才能，但却居无定所，或者没有稳定的职业，能够获得部属、朋友之间的拥护和帮助，但却事事都要自己施行，将来在事业上呢也会有一番的作为，付出的艰辛呀也比常人多。不过这样的人通常都很有钱，钱不易外流。6. 大腿有痣。大腿上有痣对于男人来说是左腿主财、右腿主权的象征，但凡这个部位长痣的男性呢，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自身能力强，事业运好，可以说呀，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料。且这种志向的男人，相当于把吉星放在了身上，遇事总能够逢凶化吉，自身福德财库丰厚，到老都不会愁吃穿，一生都会富贵多福。从感情上来讲呢，此种志向也意味着自身桃花运、鸿运旺盛，从不缺家人陪伴，但自身呀也多是纵情声色犬马之人，难以对一个人用情专一。女人大腿部位有痣，自身命理格局也是非常好的。这种志向的女人可能不是出生在富裕家庭，但是呢，家中父母多是恩爱亲昵的一对，且在其少年时期会倾尽所有为你付出，因此呀，年少时期的生活还算是比较顺遂。而成年之后，这种志向的女人亦是能力非凡之人，事业上可以取得一定的成绩，在结婚之后呢，更是有极佳的子嗣运，很容易就诞生贵子，可谓在外是女强人能够聚财，在家呀是贤惠妻子能够旺夫宜子。1. 大腿内侧有痣。痣在大腿内侧的话，代表你的个性好，脾气温和，很容易讨人喜欢，自认为人缘好，但却也容易招惹烂桃花。特别对于男性而言，更要擦亮自己的双眼。此痣在财运上的表现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虽然略显忙碌奔波呀，但是财富上的收益从来都不会少。2. 大腿外侧有痣。大腿外侧长有一颗善痣，代表你从来都不会为金钱上的事情烦恼，因为自身财运上佳，小财翻手即来，大财呢也屡有进账。
另外，因为福德深厚的原因，一生都安定平稳、平安幸福。6. 小腿有痣。小腿上有痣意味着家运顺畅，此处长痣的人自小家庭和睦圆满，同辈兄弟姐妹之间呢也能够互帮互持，而成年结婚后呀，自己的家庭呢也经营得井井有条，无论男女都能够从稳定的家庭环境当中汲取养分。而从自身事业运及财运上来讲，一个人能否过上富裕生活呀，还是要看这颗痣是长在小腿内侧还是小腿外侧。1. 小腿内侧有痣。但凡长在小腿上的痣都有奔波劳碌之意，而此痣若长于小腿内侧的话，代表其人虽然辛苦忙碌，也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属于越忙越有钱的一类人。如果自身滋生懒惰情绪的话，其财运呢也会慢慢溜走。所谓动则生财，静则破耗，就是这个道理。2. 小腿外侧有痣。小腿外侧有痣的人，自身的劳动付出呢，容易被小人窃取，乃至付诸东流。虽然大多都是勤恳之人呀，但是所付出的事难以得到上司、老板的关注。而独立经营者若小腿外侧有痣的话，也容易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正如开篇所说，无论中年前的时运怎么不济，但凡腿上有痣的人，都会在中年前后迎来转机。不仅是多长寿之人，晚年生活呢亦是有福有禄。你脚上的痣象如何呢？每一颗痣都有不同的含义，快结合小江之老师今天的内容，了解一下你脚上的痣硕的成果。若是从商，一般能够积累下丰富的财源，富甲一方；若是为官，也能够仕途顺利，左右逢源，官运亨通，取得不凡的成就。4. 拇指、二指和三指一样长。如果脚趾的拇指、二指和三指都一样长，这样的人心思缜密，争强好胜，做任何事都是追求完美，认真踏实，非常负责任，所以一辈子劳心劳神，为生活奔波不断，享福很少，没有什么大的成就。5. 拇指最长，跟其他脚趾一样长。如果拇指长度最长，其他脚趾一样长，那么此人个性敏感，喜欢抱怨，是典型的操心命。虽然他们生活环境不错，但是容易劳神，一辈子琐事不断，凡事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很少有清闲的时候。即使拥有钱财，他们也不会去享受。6. 五指均匀。5个脚趾长度均匀的脚型又称为罗马脚，其个人的运势是5指脚趾的长短而定。5指较长的男性会比较的敦厚务实，财运比较的顺利，在事业上属于脚踏实地的类型，喜欢过安稳的生活。女性的话，个性乐观大方，人缘很好，但一些事情上思想比较传统。5指较短则个性较保守，男性虽然踏实能干，但缺乏野心，一生的财路富贵要靠努力维持。女生性格比较保守，大多能够勤俭持家，在择偶上注重内在品行，是传统的贤妻良母。2. 脚底纹路看命运。1. 脚心纹多。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纹理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优良，有福，有作为，智慧的高低。脚底的纹路越多，其人命越好，越有福气。尤其是出现一些特殊的纹理，如脚底有3条纵而深的长的纹，称为3侧纹。有此相的人既有福气又有实禄，一辈子衣食无忧。再就是重如麦穗的纹理，也可代表其实禄万垂，福分很大。2. 脚下有旋纹。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旋纹是指脚心纹路呈现漩涡形或者水波形，有旋转的趋势。假如脚心有旋纹，其人在名利场上往往容易取得较大的成就，如从事演艺等面向公众的工作事业，财富依靠名气而稳步上升，是求名求利的富贵之人。假如脚底下有纹，如同大树或者花草状，也属于积财无数的富人。3. 脚纹是竖的。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人的竖纹倘若一天到晚奔波劳碌，他的脚纹一定是横的，不会是竖的，因为竖的纹路代表赚的钱很轻易就会到来。倘若在竖的纹路上出现痣，那会更好命。4. 脚底无脚纹。脚趾纹算命怎么算呢？脚长短而硬，厚而弯，脚底无脚纹的人运势通常都不怎么好。
脚长小而厚，长而软，脚纹多，脚面长毛，这些都是富贵的象征。脚小而厚是指脚掌虽然较小，但是双脚往往厚实。有这种双脚的朋友，尤其是女士朋友，是相学中所说的贵人脚。在工作生活中，往往机遇和贵人常常出现在大家身边，因此工作比较顺心，即使有困阻也会迎刃而解。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财运旺盛。5. 脚底十字纹。脚底十字纹多，如一个个十字的话，就和脑力有关，所以有十字纹的人大多能够从事这些比较精细复杂的计算性工作，有关专业的财务范畴，包括市场营销策划，擅长动脑筋去剖析数据，包括计算机编程等等。十字纹加上合适的行业，大多让你的人生会获得较高的成就。十字纹也是善纹，只要你找对方向。6. 脚底关纹。所谓的关纹，就是我们把足底比喻为乌龟，我们看这个足底有没有龟壳上的纹路，就是井字格，上下左右间距比较平均，相似于井字，这种称为贵纹。当然脚底下也是贵纹。普通所谓的官纹，就是能够执掌管理职权，大多这类人的性格上比较的儒雅，待人接物比较得体，知进退，能发挥本人的一些管理程度才能，获得位置。7. 脚底翼纹。所谓的翼纹能够了解为人字纹，当人字纹呈现在脚底的话，有2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和背井离乡起开展，要留意抓住外援的时机，小到背井离乡去外省兴旺的城市，大到去国外留学，以至于在国外定居，那么对人生都有比较大的一些协助利益。第二点，假如足底有翼纹的话，比较适合武职出体力活，也能够是高科技的军工行业。3. 脚型看命运。1. 希腊脚。希腊脚的主要特征是第二脚趾比大脚趾更长，这类人性格开朗，精力充沛，而且富有上进心。他们属于那种果断勇敢的人，遇事沉着冷静，有顽强的意志力，只要认定了目标，就会选择全力以赴。再加上他们先天运势不错，经过后期的努力，往往能够取得成功。2. 埃及脚。埃及脚属于比较常见的脚型，其特征是脚趾头从大拇脚趾一直到小脚趾的长度依次递减，形成了一种排列有序的规律。这类人性格十分豪爽，心胸比较的开阔，人缘不错，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都可以混得风生水起。埃及脚的人还擅长把握时机，总能够抓住机遇，洞察力非常的强。3. 罗马脚。罗马脚也是较为常见的，这种脚型的表现为脚趾头的长度很接近。罗马脚的人志向远大，独具慧眼，而且头脑十分的灵活，他们从来不会按部就班，总是有自己的想法。这类人的吃苦能力也很强，愿意在事业上付出，在经历了不懈的奋斗之后，他们终将在事业上成就一番伟业。4. 白玉脚。白玉脚顾名思义，其主要特征就是皮肤十分的白皙细腻，同时脚板很厚实。这类人从小就出生在富贵的家庭，自幼生活就十分的富足，长大后也不缺少钱财。他们的性格非常的和善，总是很温和，待人也很亲厚，人缘不错，遇到困难也总有人相助。5. 扁平足。扁平足是一种畸形的足，指足弓过少或者一点足弓都没有的。这种人虽然走路之类的不方便，脚也不是美观，但是他们的一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霉运，但是反过他们一生也不会有多大的好运，也就是说一生运气平顺，没有大起大落，也算是富贵命。6. 足弓高。如果足弓高，代表足够，这种人一般都命很好，事事顺心如意，人际关系也很好。如果足弓很高，那这种人在事业上比大多数人都要好，能够轻易爬到很高的位置。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因为高姿态，一般都是没有人愿意和其交朋友，所以人际关系不好。不同的脚有不同的命，在脚相方面，最好是结合一个整体去看，而不是单一的看脚的某一个地方。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